我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我一直在强调，台湾人要小心，不要掉到中共的统战陷阱当中，把台湾当成中国的一部分。不管这个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具体的国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是一国，就必然被矮化、被欺凌，甚至被剥夺自由跟民主。所以说，一定要否定中共的所谓一国。果然，我们看到就在前几天，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他公开的表达出中国的立场。他在前几天出席法国外交与联合国协会中法建交60周年的专题研讨会的时候，发表了主题演讲。在演讲当中，他说，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所谓闹独立，就是对主权国家的领土割裂，违反了国际法。他说，台湾所处的分治状态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遗留问题，并不影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说，这是他原话，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内战还没有结束。目前在台湾的政权是中国版图当中的一个叛乱政权，中国政府随时有权驱逐这个政权，把台湾的治理权重新收回来。当然，台湾的外交部发表了声明来回应，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也是赖清德总统就职演讲当中所说的，而且说这是国际公认的事实，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确实，全世界有所谓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这个一个中国，我之前讲过，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在谈到一个中国的政策的时候，官方表述当中没有提到台湾，他只是说承认一个中国，这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今天的北京政府这是中共党国代表中国，而不是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这是他们的一中政策的含义，但不代表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它这是两个部分，一定要分开。大多数国家都只强调前面这一部分，没有提到后面这一部分，只有不到大概1/3左右的国家谈到了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是中国它的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但实际上，大多数国家承认一中政策的这些国家，有一半以上是没有后半部分的。所以，共产党是扭曲了很多国家的一中政策的具体含义。而今天看到卢沙野的讲话，他可是中国驻法国大使，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外交官。他在主题演讲当中强调，现在内战没有结束，可以说这基本上代表了今天中共的思维模式，或者是他们对台湾的看法，就是我们还在打内战，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 ，OK， 就差了一个台湾了。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内战结束，等于现在还没有结束，这是他们的想法。我认为这种想法我们一定要坚决的否定，一定要否认。现在很多的所谓民国派吧，就是觉得说这个说法是对的，我们还是内战但是他们想法是我们反攻大陆这个比中国去武统台湾更不切实际。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调，今天台湾就是独立主权的国家，不管它的国号是叫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国还是福摩萨还是任何一个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是台湾是独立主权的国家，拥有自己的军队，拥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台湾的主权在民，是人民拥有自由民主的权利，这个是符合国际主流价值观。强调这一点，那么自然台湾是获得全世界的支持和保护。如果你强调是内战，那好了，内战跟我们外国人什么事儿呢？对吧？全世界都可以袖口旁观了，对吧？你是内战呢，你是统一战争啊，你是完成之前的任务啊。其他的国家都已经说了，我们不干涉别国内政。那现在中国继续打内战，你为什么要干涉呢？这样的话就会其实在这个舆论战上面是不利的。所以你一定要给自己找到一个道德优势，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发动战争，比如说美国要出兵保护台湾，美国政府怎么来跟自己的人民说我们为什么保护台湾，对吧？这跟我们美国人有没有关系？他一定要说服美国人支持这个政府去出兵去牺牲美国大兵的生命，去保护一个遥远的从来没有去过的不知名的岛屿。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讲，你得说服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要接受中国的说法，这是内战。我们美国人为什么要出兵？很明显，它是一个国家在侵略另外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又是美国的盟友，又是自由民主阵营当中的一部分，而中国又是美国的头号敌人。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说服美国人说应该出兵，
因为我们第一打击我们的头号敌人，第二我们要救援我们的盟友，第三我们要维护捍卫自由民主。这个理由够充分了吧？既可以打动美国人的这种毕竟美国的建国的基础就是这种崇高的价值观，人人生而平等，对吧？这个支持民主自由作为一个全世界的灯塔或者世界警察，那这是一个在这个道义上边的。另外，在实际的利益上边，中国是头号敌人呢。中国拿下了台湾，对美国的威胁从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将会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国家利益造成巨大的伤害。所以既是道德层面的，同时也是利益层面的，两个层面都加在一起，美国没有不出兵的理由，一定会出兵。但是共产党为什么要一直在强调这是内战呢？他就是想方设法的要阻止美国进来，要试图阻止美国有干涉中国所谓内政的这种企图。而美国又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政府要经过国会的同意，国会要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所以说他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试图用这种宣传的手段影响美国的民意，包括一些美国的洋粉红、洋五毛，在中国做节目的，不停的强调说中国多好台湾是叛乱的省份，我们美国人不应该插手。就很多美国的这些自媒体人被中共收买之后就是这么说呀，因为他们觉得影响到美国人的民意就可以影响美国政府。今天乌克兰局势就是这样，大家看到了很多美国人觉得不应该支持乌克兰，或者说支持乌克兰太过了应该让欧洲去支持，我们不应该支持乌克兰，因为跟我们没关系。你乌克兰就算被俄罗斯统一了又怎么样呢？过去你们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对吧？过去你们就是一个国家，现在又是一个国家了 OK 跟我们美国有什么关系？所以说现在很多美国人有这样的想法，不应该花很多的钱去支援乌克兰，但是我们不希望同样的这种情况发生在台湾身上。所以说我认为一些所谓的民国派支持中华民国统一中国支持中华民国大一统的这些人，他们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现实感，就他们总是活在自己的想象当中，中华民国统一消灭共产党之后我们中华民国复兴复国，对吧？这种想象很好，但是现在问题在于现实感，不知道现在是台湾面对的中国的威胁，而不是中国面对台湾反攻大陆的威胁，对吧？所以说你要看清楚谁是防御的一方，谁是咄咄逼人试图去发动战争破坏国际秩序的一方，要至少这个现实要分清楚的吧，对吧？然后你再说他们就是理想大过现实，反而这种情况会导致他们甚至在这个立场上，在这个看法上完全站在共产党这边了，支持中国现在是内战，这反而是把台湾给害了一定要小心。你支持大一统 OK 没问题，但是你首先要捍卫住台湾要让中国民主，台湾保持住自己的民主，然后你再说未来是不是统一去，对吧？那是今后，那是所有的人民能够有话语权之后，大家坐下来谈是不是形成一个国家或者怎么样，那是在之后的事儿了现在当下的问题是什么？当下的问题是要捍卫台湾现在已经拥有的主权，来对抗这个试图去入侵台湾的集团势力，这才是目前的根本，这才是今天所有人应该共同努力的目标。但是这些所谓的民国派中华民国派有一部分人头脑太糊涂，今天不仅跟着共产党一起说这是内战，而且还在不停地骂台湾的民选政府，否定台湾的民主制度，试图去剥夺台湾人自主的权利。你说他蠢吧是挺蠢，但是我觉得这里边还是有一些人是真的坏，他知道我说的这些道理，但是他可能要必须装作一个民国派，因为他可能背后其实就是中共的人，而这种人呢又非常有迷惑力，他的这种说法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想象，因为大家都被共产党洗脑了，包括过去被国民党洗脑了，认为大一统是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些人我反对独裁，支持自由民主，然后又支持大一统，这个立场一站稳，流量就来了，对吧？支持者就来了。这就为什么他们的流量比我的流量大得多。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迎合了大多数中国人被洗脑之后中国人的想法。第一，对共产党有点不满；第二，支持大一统，反对台独这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底色。我今天必须要强调这一点。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么你要扪心自问一下，你是不是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太多了？或者说你是不是在不知不觉的靠近了共产党，在支持共产党利用这种说法来稳固他的政权？这些人也是某种程度的有用的笨蛋，跟台湾的一些亲共的人是一样的，都是有用的笨蛋。我举个例子，我看到之前不是台湾政府宣布
对中国提升这个旅行预警。这是因为中国推出了这个所谓的要把台独最高判死刑的这样的通知，这是台湾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国民的一个应对。结果台湾本地的媒体就在质疑陆委会我看到在新闻发布会上面他们的提问都是针锋相对的。发言人您好，想请问一下，应对这个大陆发布的惩毒的意见，我方除了升高旅游警戒，叫国人别去对岸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因应之道了吗？对于大陆发布的这个惩毒意见，让我想起贵会主委邱垂正，他当初在520上任之初曾经提出过，正是因为两岸价值的分歧，两岸各方面的交流，促进相互理解就显得更为重要。而升高旅游警戒，这就是邱主委他所谓的促进相互理解吗？而各界也都知道，在大陆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陆委会并不在决策圈里面，只是赖政府的执行部门而已。当政府高层制定了决策，交由陆委会来执行的时候，你们难道没有办法来扮演踩刹车的角色吗？而现在两岸就像是行驶在一条铁轨上的两列火车，陆委会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火车对撞的情况即将发生而袖手旁观吗？谢谢。是不是有更好的因应之道我想政府是总体做考量总体做考量。我们现在只是针对这个事情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对可能国人产生的影响来做一些警示。举两个例子，因为分裂国家法而被大陆到目前拘禁至今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八旗出版社的总编辑叫富察李延鹤，一个是杨志渊，这两个都是涉嫌分裂国家法。他们在去大陆之前，我想他们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会被抓，而且是用分裂国家的名义被抓。杨志渊他的政治上的色彩有时是绿的，有时是蓝的，有时甚至是红的，他的朋友都不知道他是哪一边。那他觉得说他去大陆是去参加围棋比赛被抓，但是原因到底是什么？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知道真正原因是什么不知道，但是我想他自己都不知道。那至于富察，也就是李延鹤，他不过是在台湾做出版社的总编辑，因为出了书让大陆不喜欢，就被控分裂国家。今天你在大陆会不会因为分裂国家被抓？不是因为从这两个例子来看，不是因为你在大陆的言行，而是因为你不在大陆的言行。我们只能够希望说国人能够多多重视自己的安全，多多考虑。好，想延续刚刚新华社的问题我想跟副主委发言人请教一下有关陆媒驻台的问题。我们经常可以在 IG 上面看到陆委会的小编发文，提醒台湾学生，台湾有言论自由，有新闻自由，而大陆没有。去大陆念书务必要千万小心，想清楚了再过去。想必大陆社会的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受限，是你们陆委会所讨厌的样子。而反映在你们审理陆媒赴台签证一事上，陆委会从疫情期间开始设下各种障碍，直到疫情结束之后都没有恢复。想请问陆委会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考量？能不能够向社会大众来说明清楚？而你们自己有没有发现，对陆媒申请驻台设下一堆的关卡，陆委会也活得越来越像你们自己曾经讨厌过的样子？这些蓝营媒体他们的理由是什么？我们要两岸交流合作。你现在这种做法，警告大家中国危险，你这是不利于两岸的友好交流。他们以这个理由反对台湾政府保护自己国民的努力。那你请问是站在台湾人安危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这不全部都是共产党的想法吗？这些蓝营媒体他们提问当中所表达出的看法跟共产党有什么区别？一模一样啊！共产党也是这么批评台湾的，说你居然说我们危险，我们共产党多么爱护人民我们是依法治国的，你居然否定我们，这是第一点，他们不满意。第二点，你这么做是破坏两岸的这个人民之间的交流，对吧？这就是共产党立场啊。结果台湾的蓝营媒体，大家看到了，在提问的时候是如何通过提问来攻击台湾政府的这个做法，说这是什么不友好谁是不友好的？谁先不友好的，对吧？是谁在整天喊着动刀动枪的？是谁在完全否定台湾人的民意的？不是共产党吗？不是今天的中国政府吗？对吧？居然这些台湾的蓝营媒体完全不考虑中国是不是真的危险，中国政府是不是真的独裁，完全回避这个看法完全把矛头指向台湾政府去捍卫自身的努力。真的怕了。大陆之前不是144小时过境免签吗？对，所以就一大堆外国人，完了以后就说，哎呀，我们都被西方媒体骗了，原来大陆这么好玩啊，这么干净啊，这么安全啊，老百姓这么的友善啊，这么的现代化啊，东西好吃，这更不在话下了。深绿的网红去了都说，哎呀，大陆好好玩啊，难怪要橙色警戒。年轻人去到大陆都喜欢大陆，那怎么办呢？那民进党混不下去了，骗不下去了，就怕真相被发现，所以不可以去玩。我觉得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想象的。我在加拿大，在美国，不管是哪个党，你就算反对执政党没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在保护国民的安全上面，在对抗一个敌国专制势力上面，基本都是共识啊。但是在台湾却形成不了这样的共识。一个反对党在处处的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站在敌人的这个敌国的立场上，去不停的阻挠
甚至伤害台湾政府的施政能力啊！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最大的问题。但是这些人呢，却装出自己多么无辜的样子，认为自己并不是支持共产党。我没有支持共产党，我只是表达对今天台湾执政党的反对。然后你再去看他为什么反对，在哪些地方上反对，发展全部跟共产党的口吻一模一样。你虽然嘴上说反对共产党，但是你实际动作呢，天天往中国跑，是吧？天天见那些中共官员，然后回过头来就开始骂台湾的民进党政府。你说你不是共产党的走狗，不是共产党的代理人，谁信呢？他们自己都说我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好，那你去做呀。结果他们还不愿意去，这就让我想到了最近有些人在调侃一个女生，她是对学生代表，她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学生发表演讲，而且她提到说毕业之后要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种豪言壮语说完之后，结果最新的消息说她现在已经申请美国的学校，要去美国留学了。去美国留学不知道她会不会留下来，但是至少她没有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除非美国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但说实话，你就算去了美国，你能学到中国现在需要的技术带回来吗？你也学不了了，都禁止中国学生去读硕士、博士这些高科技了。所以说你去干嘛去呢？你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够进修呢？为什么在中国不能报效祖国呢？大家都在调侃嘴上说的很好听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结果私下里跑到美国大使馆办签证。看到这些台湾的蓝营的人士，我就想到了这个女生就是一边讲的说中国多好，发展多好，中国政府多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却不肯去拿中国的身份证、中国的护照，他一定要拿台湾的护照，一个被中国政府认定是台独分子的这个叛乱政权发的护照，然后去投票选择一个叛乱政权的领导人那你这个不是台独行为吗？按照那个民众党的议员的说法，这叫台独预备动作。所以看到蓝白合的这些人就觉得很可笑，他们比如中天新闻想要引用一个人的言论和这个影片，然后他就说我不接受，我的影片只给台湾的电视台，不给外国电视台。意思就是中天你是一个中共的匪台是一个外国电视台，你处处站在外国的立场上替外国政府辩护说话，不代表台湾人的主流意见。就在昨天，还有一个人在网络上就讲说他去澳门旅游，结果被关进小黑屋审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名字和一个台湾前立委的名字重名了。他在网上说，台湾一堆乡民觉得中港澳的旅游提升到橙色警戒是大惊小怪。他说他们全家去澳门旅游的时候，有一天要去香港迪士尼，所以就办了港签，办不过只好办台胞证。之后搭车去香港要过海关的时候，被抽台胞证扣留至少半小时，还被抓去小房间。他说他的英文姓名拼音和陈柏惟是一样的，而且刚好是同年，所以就进入到了超级黑名单里头。他说面对共产党政权国家，什么干事都会发生的。结果这个陈柏惟在底下还留言说实在抱歉连累你了，放心，这个人以后再去中国，不管是香港去中国大陆，一定还会在海关被扣的，你仍然是在黑名单上的，每次去都会被扣被审讯。回过头来再想，刚才我说的并不是让大家支持今天台湾政府的所有做法，而是说在外交上面，在国际关系上面，在这个国家定位上面，在对抗中国的这所谓抗中保台上边，台湾人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你反对民进党的政府没问题，你可以反对某个地方政府的施政，你可以反对某项政策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些政策可能伤害你的个人利益了。但是不管内部怎么样吵翻天，怎么样的去进行在民主框架下的利益博弈没问题，可是当面对一个外部敌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呢？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想维持这个国家继续生存的最基本的素质。我没有看到加拿大人、美国人我可能去这两个地方比较多，包括今天一些欧洲国家，我没有看到大家会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出现像台湾今天这么大的分歧。比如说我就看到了一个亲共的人士，他拍的影片街访一些年轻人，他们都在批评台湾政府的做法，认为应该跟中国友好，跟中国交流，不应该发布预警，完全没有概念，甚至不在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还是会去玩，就算橙色警戒，我还是会去玩。没有必要不让我们去玩啊，还是可以去玩的，玩一下也不会影响到什么。对，就是想对立我们两岸关系嘛，就是这样升级啊。还是会想要去大陆那一边玩。为什么？因为想去吃大陆的美食小吃，
因为我有朋友，我有蛮多朋友都是大陆朋友，就是交友软体认识的，然后就他们就其实人蛮好的，然后他们会一直叫我讲话，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可爱。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在于共产党对台湾的渗透，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我更觉得是很多台湾人，就算他渗透你了，你是不是有一个意识，你被渗透了，你被影响了，你被带了节奏，带了风向，你获取信息的来源到底是什么？这些信息来源他们是不是可信的？是不是经过共产党过滤，或者是有这个洗脑作用的？就是这些事情，台湾人是不是应该有一点点最基本的训练和意识？我觉得可能大家从小出生长大都是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不觉得对岸是威胁。毕竟在过去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期是跟世界融合的，那么台湾在当中也获利，同时也维护了自己的安全，因此就懈怠了，没有能够居安思危，也没有像其他国家有一种危机感。台湾应该真的好好向以色列、新加坡、韩国、日本这些国家好好学习，就是他们在很多地方做的都比台湾好，当然台湾也有比他们做的好的地方，就是说要互相学习，但就是需要看到别人的长处，看到我们做节目对台湾的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吧？也不用太玻璃心，但是应该有比我更大的焦虑感。我倒觉得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可能有些台湾人还没有我着急，还没有我对台湾的这个安危更加的关心，我就会觉得你做这个台湾的公民做的不够合格。就是我之前讲过的嘛，台湾人居然没有我更反共，这是不应该的，对吧？我反共是出于道义，对我个人来讲没什么好处，但是台湾人更应该反共，是因为不仅出于支持自由民主的这种意识形态，更出自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我当然看到了有些观众可能比我更反共了，但是如果我作为一个标准，你没有我更反共，说明你需要好好检讨检讨。我说的是在台湾的朋友，因为你现在是面对的对方的飞弹，你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集权政府，不断的说你是他的一部分，要吞并你，要剥夺你的自由和民主，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反自由民主的势力嘛。那你说啊，我不管没关系，我跑到美国了，跑到加拿大了，我去做美国人了，加拿大人也行，对不对？问题是你还没有，你还是做台湾人，还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还拿着台湾的护照跟身份证，然后却对共产党完全不了解，对中国政府到底在做什么，在说什么，在如何对台湾进行统战跟渗透，完全没有任何的防护的意识。我觉得那就是很有问题，但是你自己的责任没有尽到，你能够享受台湾今天的生活，当然你有可能对自己的现在生活并不是很满意，但至少你还有不满意的自由和改变它的权利。但是如果你们不能团结起来共同御敌的话，那么一切都免谈了，你未来想要恢复到现在这样的生活都已经算是痴心妄想了，你不仅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下一代不负责任。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